女儿要上大学了，我打算每个月给她3000生活费。女儿3000，那周浩就得6000。周浩是你大哥大嫂的儿子，为什么要我们给生活费？你们俩夫妻有钱，多帮帮家里孩子怎么了？你大哥大嫂没文化没工作，周浩上大学不容易，以后花钱地方多，帮一把可以，凭什么我女儿3000，他6000？周浩是男孩子，花销大，将来还得成家。雨桐是你们亲女儿，你想给多少我管不着，但周浩这边不能少。周浩啊，这是你半年的生活费，二叔先转给你，不够随时联系我啊。谢谢二叔，不过3万可能不太够，我还想买电脑、平板和新款手机，再跟女朋友出去玩一趟。你再给我10万吧。一共10万。6万买东西，4万出去玩。好嘞，你等着啊。林叔，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很清楚，顾浩然不是我儿子，他这些开销凭什么该你承担？他是我侄子，人家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我这个当二叔的给他几万块钱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们又不是拿不出来，你至于这么小气吗？爸，我也想买电脑和平板，我算过了，15000就够。雨桐，你别跟着添乱，你爸现在说的是你堂哥的事儿。妈，雨桐没有添乱，她是周成安的亲女儿，她合理的上学开销，谁都不能说她不给。你别动不动就发火，我就是觉得周浩更需要帮。林叔，不过是10万块钱而已，你就给周浩吧。我说不给就不给，没见过小叔子给大嫂养儿子。周成安，你这么大方，周浩到底是你大哥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？你不可理喻，这么说是在故意败坏我和大嫂的名声。林叔，我作为一家之主，难道花几万块钱都要给你打报告吗？这样的婚姻过得有什么意思？没意思是吧？那离婚吧。弟妹，周浩大学4年的费用就拜托你们了，成安都答应我们了，大学4年学费、生活费都他包。你刚才说周浩大学4年的费用都让成安管？是啊，成安亲口答应的，说不用我们操心。这是你说的？是我说的。大哥家困难，我能帮就帮。你帮到什么程度？成安说了，大学4年他全管，毕业后再给周浩准备一套房，以后周浩成家也靠他这个二叔多帮衬。我知道，我又没有说不管他，我早就计划好了，你负责雨桐，我负责周浩，这样不就公平了？我负责亲女儿，你负责侄子，家里房贷、生活费，你妈的开销也归我，你觉得公平？你收入高，压力小。周成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那份2万块工资是在我舅舅公司拿的，你能有今天稳定收入，是我娘家给你积。我别拿这个压我。我没压你，我只是提醒你，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弟妹，成安也说过，以后你公司让周浩去上班，最好给点股份。周浩是大学生，有文化，将来能帮你管公司。我的公司凭什么给你儿子？都是一家人嘛，你和成安没有儿子，周浩以后也会孝顺你们。我有女儿，雨桐一样能孝顺我，男女平等，别拿老观念来绑架我。女儿以后嫁人了，哪能一样？法律上，儿子女儿都有赡养义务，也都有继承权，谁孝顺看人品，不看性别。林叔，你说这么多，就是不想出钱。对，我不出。那成安刚转的3万呢？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未经我同意转出去，我会让律师处理，你们最好主动退回。一家人闹成这样，你不嫌丢人？丢人的不是我，是拿别人钱还觉得理所当然的人。你婚前房产属于个人财产，你丈夫无权处置。如果他承诺把我的房子给侄子呢？无效，他不是产权人，没有处分权。婚后收入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大额赠与亲属，如果你不同意，可以主张返还或在离婚分割时处理。成安，给我倒杯水。成安，我看中一个金镯子，你先给我3万。这才像一家人。林叔在家整天管这管那，家里一点不痛快。刚刚说的肯定都是气话，晾他2天就回来了。他回不回来无所谓，这个房子位置好，以后周浩实习住这里方便。我知道，我在看。林叔，你回来正好，我看了个新楼盘，300万左右，给周浩当婚房挺合适。你有钱买吗？我们家不是有存款吗？那是我和雨桐的保障，不是你侄子的婚房钱。大嫂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衣服你没资格穿。
我没带换衣服，借一下怎么了？你别那么小气。未经允许拿别人东西，就不是借。一件衣服而已，至于吗？衣服只是小事，大事是周承安要拿我的钱养侄子，还要把我的房子许给别人。这个婚我不过了。你来真的？真的，你看清楚，没问题就签。不行，房子、车子都归你，孩子也归你，承安什么都没有。房子是我婚前财产，车是我个人出资买的，女儿已经18岁，她愿意跟我。这不是让她净身出户吗？至于周承安自己的工资存款，我1分不要。林叔，我们20年夫妻，你这么狠。林叔，承安是男人，顾家大事当然他做主，你别太强势。妈，我尊重您20年，不代表我没有底线。我的房子、女儿的利益，谁都不能动。那我住哪里？我在这儿住习惯了。您可以跟您儿子商量。周承安有赡养义务，我不拦。你这是赶我走？不是赶，是依法处理。但这套房是我的，离婚后您不能继续住。我老了了，你们一个个都嫌弃我。你决定好了？决定好了。承安，婚姻走到这一步，谁都有责任。但你拿小家财产去填大家窟窿，还要牺牲亲女儿的利益，这不对。亲家叔，你们家有钱，说话当然硬气。我们穷人孩子上学，就活该没人帮吗？穷不是理由，孩子上学父母先负责，亲戚帮忙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，谁也不能把别人的情分当义务。那公司呢？林叔那公司，承安也有份儿吧？公司法人和股东都是我和他爸，林叔只是管理，他拿的收入也有明确个人赠与协议。公司不是林叔的。你们打主意之前，连公司是谁的都没弄清楚。我们原本想等雨桐升学宴后，把一部分股权转给林叔，也考虑过给承安一些管理分红，现在看来不用了。周承安，你不是想把周浩安排进公司吗？现在不用想了。还有你，马秀和，从今天开始，周浩的学费、生活费你们自己负责。我的房子，你们3天内搬出去。李叔，你真要赶我们？不是赶，是请你们离开我的房子。再想住就走正规租房流程，签合同付租金。你一定要做到这一步。是你们逼我看清楚的。签不签你自己考虑，但从今天开始，家庭账户的大额支出我会全部停掉。承安，你别被他吓住。你们结婚20年，他说什么都是他的，哪有这种道理？那你说说，哪样是你的？房子是林叔婚前的，公司是我的。承安这些年在我朋友公司上班，也是看在林叔的面子。你们要谈情分可以，但别把情分当产权。亲家，你这话太见外了。夫妻过日子哪能分这么细？不分细，就让你们把我女儿的房子、公司、钱全安排给别人家孩子。周浩不是别人，他是承安亲侄子，那就让他亲爸亲妈养。林叔，你别一口一个亲爸亲妈。我们要是有本事，还用找承安吗？没本事可以工作节省，让周浩自己兼职，不能因为你没本事就把责任推给我。二婶，你说的好像我占你便宜一样。妈，我们还走吗？走，等他们搬了，我们再回来。林叔，非要这样？是，周承安，别让我更看不起你。林叔，你真找律师？不然呢？继续听你们讲一家人。你这样会把事情闹得很难看。难看的不是我找律师，是你拿我的房子许给别人住。我没许。你没许，那马秀和为什么说周浩以后实习住这里方便？他为什么看楼盘？你为什么不反驳？周承安，我不管你怎么跟他们解释，3天必须搬。妈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他经不起折腾，就更不该跟着你们折腾我的家。弟妹，承安答应周浩的事是你们夫妻内部问题。周浩马上开学，不能因为你们吵架耽误孩子。他的父母是你和大哥，不是我。你这样太冷血。你让别人养你儿子，才叫没边界。妈，密码被改了。门锁密码谁改的？妈说最近人多，怕不安全，就换了。你现在不是住酒店吗？等你回来再说。换我家的锁，不通知我，我现在就在门口。承安，别开，他带律师来，就是想赶我们。走调解程序吧。好的，别怕，我们的家不是他们换个密码就能变成他们的。3天时间我给过了，现在开始按程序处理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不再跟他讲感情，我只讲规则。
这套房子登记在林淑女士名下，对吗？对，婚前个人房产。林叔，非要当着外人说这些。你们换我家门锁的时候，也没把我当家人。弟妹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又不是要占你的房子，就是暂住。周浩马上开学，家里事情多，借住几天怎么了？借住要经过主人同意，你们改密码把我挡在门外，这不叫借住。我住我儿子家，还要谁同意？妈，我再说一遍，那是我的房子，你以前能住是因为我同意，现在我不同意。林叔，你现在真是翅膀硬了。何阿姨，房屋归属要看登记，家庭矛盾可以谈，但不能擅自换锁，也不能排除产权人进入。那程安也是她丈夫，难道连安排亲戚住几天都不行？如果是短期做客，双方同意可以，但现在林女士明确不同意，而且门锁被更换，这就不是普通做客。这是我写的承诺。既然调解不成，那就下一步。你真要起诉？林叔，你这样会让亲戚都看笑话。你们住进我家，改我门锁，拿我房子写承诺的时候，怎么不怕人笑话？妈，怎么样？起诉。林叔，别闹到法院，我妈年纪大了，承受不了。周成安，你妈承受不了法院，为什么承受得了换我门锁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以前是给你脸面，不是没有底线。周成安，周浩不是我的责任。调解结束后，我没有再给周成安打电话，我直接让律师提交材料。妈，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要求他们搬离我的房子，门锁都改了，还不走程序，他们只会觉得我好欺负。林叔，大嫂他们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先把起诉撤了，我们回家慢慢谈。他们搬了吗？还没有，周浩开学东西多，搬来搬去也麻烦。所以你说的知道错了，就是继续住着。你别抓着这点不放，大嫂一家现在也下不来台。我和雨桐被你们挡在门外的时候，谁给我们台阶？弟妹，做人留一线，你今天非要把事情做绝，以后亲戚之间怎么见面？你们搬走就还能见面？你这么强势，程安迟早受不了。他已经让我受不了了。林叔，我年纪大了，不想折腾。你把事情闹到法院，是想让所有人看我笑话吗？妈，你要是不想折腾，3天前就该搬。我住儿子家有什么错？你住儿子家没错，但那不是你儿子的房子。弟妹，你别一口一个房子，我们又没说不给你住，就是先借住。借住需要改密码吗？那是妈让改的，又不是我。你少往我身上推。林叔，房子的事儿我可以让他们搬，但离婚你能不能先别提？你先让他们搬，再谈其他。你总得给我点时间。我给过了，你们拿时间换锁。行，我明天让他们搬。程安，你让我们搬去哪儿？周浩马上开学，行李都在那边。大嫂，你们不是有自己的房子吗？先回去住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房子啊？那房子小，离学校远，不方便。你刚才说他们有自己的房子，我是说他们租的地方。我没有拆穿，只把这句话记住。明天下午6点前把房子恢复原样，把密码发给我。我让他们收拾过了。这叫收拾？你又拍什么？东西坏了我赔。好，你记住这句话。林叔，我还能回来吗？等你先想清楚，你到底是谁的丈夫，谁的爸爸。我没有心软，房子拿回来只是第一步。周成安藏着的账，我也该查清楚了。有事说事儿。林叔，我们别闹了，大嫂他们已经搬了，房子也还给你了。你看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房子只是其中一件事。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真要离？对。房子归你，车归你，雨桐跟你，我这些年就什么都没有。房子是我婚前的，车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。雨桐已经18岁，他愿意跟谁生活，尊重他。那夫妻共同财产呢？我也想问你，你每个月2万工资，这20年家里开销你出了多少？我也有花在家里。哪一笔？雨桐学费、家里水电、妈的体检，还是日常生活？你工资一直自己拿着，我没问过。现在你想分我的东西，可以，先把你的钱去向说清楚。夫妻之间一定要算这么清。
你给周浩算的那么轻，3000对600，电脑对10万，轮到你自己就不想算了？程安，林叔是不是又逼你签字？你千万别签。妈，我回头跟你说。不用管，正好让妈一起听。妈，你觉得程安该分什么？房子至少有他一半，公司也得有他一份。你们过了20年，哪能全算你的？房子是我婚前的，公司是我爸的，你想要找我爸谈。程安，你别傻，林叔现在就是想把你踢出去。你听见了吗？他们关心的是你，还是我的房子和公司？大嫂就是着急，说话不过脑子。他每次都不过脑子，但每次都刚好说出你们想要的东西。以后离婚要谈3件事：第一，雨桐的教育费双方都要承担；第二，你婚后大额支出要说明；你还要查我？第三，你私下给大哥家的长期补贴需要核算，不是查你，是离婚前算清楚。那些是我工资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你紧张什么？我没有。周承安，你是不是还有事儿瞒着我？林叔，你现在疑心太重，我们没法谈。那就让律师谈。爸，你真的觉得周浩比我更需要你吗？雨桐，爸爸不是这个意思。可是你做的每件事儿都是这个意思。你给他3万，马上还要给10万，我买电脑，你一句话都没有。奶奶说让我找妈妈，你也没反驳。爸爸那天是没处理好，不是1天，是很多年。我改。你不是要改，你是怕失去。回去吧，协议看完给我答复。林叔，如果我不同意离婚呢？那就起诉。妈，他会同意吗？他不会轻易同意，但没关系，我已经不等他点头了。雨桐，爸爸给你买电脑。不用了，妈妈已经买了。那你还缺什么？爸爸给你补。爸，你现在补是因为你想补我，还是怕妈妈跟你离婚？雨桐，你怎么这么想？因为以前我不说，你就当我不需要，现在我说了，你才想起来自己是我爸。爸爸以前忽略你了。你不是忽略，是你先选择顾周浩。周浩家确实困难。那我呢？我不困难就可以被放后面吗？爸，我不反对你帮大伯家，但你每次帮他们，都要让我和妈妈让步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的太晚了。林叔，你把孩子教的这么恨我，你少把责任推给我。雨桐18岁了，她看得懂。不是妈妈教的，是你做出来的。这里面有5万，给雨桐开学用。这钱是你的还是家庭账户里的？我的。那你自己留着。雨桐的开学费用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该做的不是临时拿5万，而是把过去那些钱说清楚。你又来了。对，因为这件事儿躲不过。我给大哥家转钱是我的事儿。如果只是几千几万，我不追；但如果是长期、大额、固定支出，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到底有多少？我不想吵。那你就回去等律师联系。林叔，我大哥救过我。你已经说过了。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所以呢，没有他，就该没有我和雨桐的安稳日子。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？我理解你报恩，但我不接受你拿我们母女的利益报恩。妈，他是不是还有事儿没说？那就查清楚。你怕吗？以前怕你们吵架，现在不怕了。我只怕你继续忍。林女士，你丈夫那边有一笔长期固定转款，需要你确认。转给谁？表面是还款，但对应的是一套房贷，房子登记在周成礼名下。周成礼？对，就是你丈夫的大哥。房子多大？130平，在锦华小区。周承安前几天还说大哥一家没地方住，原来不是没房，是有房还要占我的房。锦华小区那套房，出来解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一次他连否认都省了。林叔，那套房的事儿你听我解释。来家里说。说吧。那房子是给大哥一家住的。什么时候买的？我们结婚第2年。也就是说，20年前你就开始拿婚后收入给你大哥家买房。首付不多，后面贷款我慢慢还的。每个月多少？1万左右，对吧？你每个月工资2万，1万还大哥家的房贷，剩下的钱自己花。家里所有开销让我出。周承安，你真行。林叔，我不是故意瞒你。你瞒了20年。更可笑的是，
你一边给他们买房，一边跟我说他们没地方住，然后还让他们租进我的房子，改我的锁。那套房离周浩学校远，所以就能占我的房。我只是想让周浩方便一点。雨桐方便吗？我方便吗？现在谈解决方案，你婚后用共同收入给大哥家还贷，这部分钱要依法处理，你可以补偿我相应金额，或者后面让法院确认。那房子是大哥家的，你不能动。我没说动房子，我说你补钱。我现在拿不出来，那就分期。林叔，大哥身体不好，大嫂没稳定收入，周浩还在读书，你现在要这笔钱，他们怎么办？他们怎么办？应该由他们一家自己想，不是我想。你以前不是这么冷的人，你以前也不是这么不要边界的人。你帮大哥，我可以理解，可你瞒着妻子，亏着女儿，养着侄子，还让他们惦记我的房子和公司。你觉得我该继续笑着支持你？大哥当年救我，差点没命，后来身体一直不好，读书也受影响，我这辈子欠他。这是你和你大哥之间的恩情，你要还可以，但你应该婚前告诉我，婚后跟我商量。你不能让我和雨桐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跟着还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会同意吗？不会同意你这样无底线，所以我只能瞒着。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，因为知道不合理，所以选择隐瞒。你不是没办法，你是知道自己错。接。程安，林叔是不是知道锦华小区了？你不能让他要钱啊！那是我们家唯一的底气。周浩以后结婚还要靠那套房，你跟他说，他要是非逼我们就没法过了。他那么有钱，干嘛盯着我们这点？马秀和，是我。弟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刚才的意思很清楚，用我的钱买的房，你们住着，还嫌我盯得紧。那钱是程安给的，又不是你给的。婚后收入有我一半，这个道理你不懂，可以问律师。你别动不动律师法院，都是一家人。你们拿钱的时候说一家人，算账的时候说不是我给的，你们的话怎么方便怎么来。你一定要把他们逼到没路走。他们有房住，有手有脚，有儿子读大学，没路走的是谁？是我和雨桐被你们挤出家门。3天内给我答复，补偿方案，或者继续走程序。林叔，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？念旧情，所以我现在还跟你坐下来谈，否则你收到的就不只是调解通知。妈，他会还吗？不会那么痛快，那就别心软。这次不会。弟妹，这事儿是我对不住你。坐吧。大哥想亲自跟你说，锦华小区那房子是程安帮我们买的，我知道这事儿不该瞒你。你们没地方住我可以理解，但20年了，可那时候我们真没地方住，周浩还小。为什么现在还要住进我的房子？是我安排的，跟大哥没关系。你倒是护得快。大哥不是那种贪心的人。那马秀和呢？周浩呢？你妈呢？他们张口要生活费、工作、婚房的时候，你来了吗？弟妹，马秀和有时候说话不好听，我回去说他。周浩也被我们惯坏了。说教没用，责任要落到钱上。锦华小区的房子，我不要求你们马上搬，也不要求马上卖，但程安用婚后收入房贷，这笔钱必须补偿我。应该的。大哥，程安，这事儿本来就是我们亏欠弟妹。周成礼，你疯了！你答应什么？那房子要是算钱，我们拿什么还？这本来就是程安出的。他是你亲弟弟，帮你怎么了？再说林叔家那么有钱，他非盯着我们这点，不就是看不起我们吗？你别把占便宜说成被看不起。你现在要钱就是逼我们。我只是要回我该有的部分。该有的？你有房有车有公司，还要跟我们抢一套住了20年的房。第一，公司不是我的；第二，我不是抢房；第三，你住了20年，不代表钱就变成你的。二婶，你这么闹，我大学还怎么上？你大学怎么上？问你爸妈妈。学费可以贷款，生活费可以节省。我同学都不用兼职。你同学的二婶也不用养你。够了，都别说了。你今天带大哥来，是谈解决方案，还是继续让我让步？大哥救过我，小时候我掉进池塘，是他把我拖上来的。他后来身体不好，和那件事也有关系。我这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儿。所以你要还恩，那你还到什么时候？还到周浩大学毕业，还到他买房结婚，还是你这一辈子都替他们家兜底？林叔，你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们又没让他兜一辈子。你刚才还说周浩以后结婚要靠那套房，你要报恩可以，你每个月固定给大哥生活补助，金额写清楚。你妈的养老，你和大哥一起承担，也写清楚。那我们呢？
我们离婚继续推进。我都愿意改了，你还是要离？你现在愿意改，是因为我查到了，不是因为你主动醒了。弟妹，我同意开家庭调解会，把妈的养老、周浩的费用、房子的补偿都说清楚。你别乱答应！再这么下去，程安的家就真没了。好，明天晚上所有人到场，说不清楚就继续走法院。我也要去。当然，你已经成年，既然花钱的事儿跟你有关，你就该听清楚，谁有义务，谁只是情分。妈，明天会吵起来吗？会，但这次我们不怕。第二天晚上，我把资料、协议、费用清单放进文件袋，不是为了吵赢，是为了让所有人明白一句话：亲情可以帮，但不能把一个人的家拆了去补另一个人的家。说到底，不还是钱吗？对，就是钱。以前不说清楚，才让你们觉得我的钱谁都能用。第一，房子，这套房是我婚前财产，登记在我名下。我们都搬走了，你还说这个干什么？因为你们搬走，不代表以后不会再来。房屋归属很清楚，周先生无权单独承诺他人长期居住。我知道了。第二，公司是我的，股权在我名下，林叔只是帮我管理。周浩以后如果想进公司，可以正常投简历，凭能力面试，谁都不能走后门。外公，我是亲戚，也不能优先吗？你叫我外公不合适，我也不靠亲戚关系用人。你有本事我欢迎，没本事谁说都没用。自家孩子照顾一下怎么了？照顾可以，不能把公司当你儿子的保底饭碗。第三，钱。锦华小区那套房，婚后由周成英长期房贷，这部分钱属于夫妻共同收入支出。离婚时，我要求合理补偿。你还是要那套房的钱？你坐下。我怎么做？他现在就是要把我们家最后一点底子挖走。那底子是谁给你垫的？我不要求你们立刻卖房，也不要求你们搬出来，补偿由周成安承担，可以分期。林叔，成安帮大哥是有原因的，你就不能看在他这些年不容易的份上，别追了吗？妈，他不容易，我和雨桐就容易吗？他拿一半工资还别人家的房贷，家里开销我全担。还有你的费用，你大学学费、生活费，第一责任人是你爸妈。可二叔以前说会管我，你二叔愿意帮，是情分不是义务，以后别再拿他答应过来要求我。成年人要学会听完整，你二叔能管，是在不伤害自己小家的前提下，现在已经伤到了。周浩，我不欠你，我妈也不欠你。现在到你，你要继续补贴大哥家，我不拦，但用你离婚后的收入，跟我和雨桐无关。你要承担你妈的养老，你和大哥商量，别再让我一个人出。你要给周浩钱，也别再动家庭账户。你把每条路都堵死了。我堵的是你们伸向我和雨桐的手，不是你报恩的路。说得好听，不就是怕我们沾光？对，我怕，因为你们不是沾一点，是想把光都拿走。本来雨桐升学宴后，我准备给林叔夫妻安排一部分股权收益，现在取消。爸，别叫得这么顺，你要是清清楚楚帮大哥，我们不会说什么。可你瞒妻子，亏女儿，还让亲属惦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，这个决定我不会改。亲家，这不能因为我们几句话就取消吧？你们不是几句话，你们是想让我女儿出钱、出房、出公司。我今天只想问爸爸一句，你一直说周浩困难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需要爸爸支持。雨桐，我不要比他多，我只希望你把我当自己的孩子。今天就到这里，之后离婚、补偿养老，按今天说的方向走，谁不接受就走程序。林叔，我是不是真的错了？你不是今天才错，你是错了很多年。这一次没有人再拦我。家庭调解会后，周成安安了2天，第3天晚上他来了，有事儿？我想跟你谈谈。10分钟。我这2天想了很多，说重点。我知道你们委屈，以前我总觉得大哥救过我，我必须补偿他。可我没想过，这些补偿最后都压到你和雨桐身上。我不是不爱雨桐，我只是觉得她有你照顾，不会缺什么。这句话你说过很多遍，意思就是他有妈，所以你这个爸可以少管。是我错。你来是道歉还是求我别离？都有。道歉我听到了，离婚继续。林叔，我愿意改。怎么改？大嫂一家已经搬了，以后周浩的生活费我不再承诺全包，妈的费用我和大哥分担。锦华小区的事儿，我也可以慢慢补你。可以，你到现在还觉得这是你让步？
这是我重新列的2件事。第一，锦华小区的出资补偿你分期还，停止替周浩承担无上限开销。第二，离婚流程继续，雨桐的事儿尊重他本人意见。如果我都做到，能不能不离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都愿意改了。因为你是被逼到这里才愿意改，不是你主动意识到不该这么对我们。人总有糊涂的时候，糊涂一次可以原谅，20年隐瞒不叫糊涂。你给大哥买房，我不知道；你答应周浩大学费用，我不知道；你想让他进公司，我不也知道。周承安，这不是夫妻。我怕你不同意。你知道我不同意，所以瞒我。你自己说，这算不算错？算。那就承担后果。爸，你别求妈了。你如果真的知道错，就先把该还的还了，别每次都让妈妈退。好，不是给他钱，也不是买一台电脑，而是别再让他觉得自己永远排在别人后面。爸爸对不起你。我听到了，但我还没办法马上原谅。我知道。林叔，如果我签字，你会不会轻松一点？会。我明白了。妈，你信他吗？我信到现在后悔，但后悔不能抵消伤害。1周后，何玉珍住院了。周承安在群里发消息，妈胃病犯了，正在医院检查。弟妹，妈住院了，费用肯定不少，你条件好，先垫一下吧。检查单和费用明细发来。合理部分2个儿子分担，我可以出于情分帮一部分，但不会全包。妈以前一直跟你住，你不能说不管就不管。我过去照顾他是情分。妈，我们要去看奶奶吗？去，该有的礼数要有，但底线也要有。你来了。医生怎么说？胃部老毛病，需要住几天，后面调养。该治就治，费用怎么安排？弟妹，你还真一来就谈钱？不谈钱，你又要我先垫，那我当然先说清楚。费用我和程安分担。你拿什么分担？家里还要给周浩生活费。妈生病，我是儿子，我和大哥分担，你不用出。林叔，我以前以为你能干，现在住院才知道，很多事儿不是有钱就行，还得有人愿意跑。我去打水。妈，过去这些年，你体检、买药、复查，我都安排过。我做这些是因为我把你当长辈，但这不代表以后所有责任都该落在我身上。我知道，雨桐，奶奶以前总拿你和周浩比，是我不对。奶奶，我不想和谁比，我只想你们别再觉得我应该让。以后不说了，费用你们兄弟商量，需要我临时帮忙可以说清楚金额和用途，但我不会再一个人承担。我明白。热水房人多，我去。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明白了，谁是真照顾，谁是嘴上孝顺，一住院就看出来了。林叔，你明天还来吗？雨桐要准备开学，我不一定来，有事儿让程安和大哥安排。好，谢谢你今天来。不用谢，她是雨桐奶奶，我会让孩子来看，但别再把责任推给我。不会了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何玉珍住院第3天，周承安给我发消息，妈想见你。我想了一下，还是去了。妈，有事儿直说。我以前说话太偏了，我总觉得程荣家难，周浩以后压力大，就想着你和程安条件好，多帮一点，帮着帮着，我就觉得这是应该的。你现在知道不是应该，就不算太晚。我也知道你这20年没少照顾我，体检、买药、住院都是你跑。马秀和嘴上热闹，真到事儿上他不愿动。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雨从。道歉我听到了，但过去的事儿不会因为一句话就没发生。我知道，我也没指望你马上原谅。我就是想说，以后我的事儿让2个儿子管。你愿意来看，我高兴；不愿意，也不怪你。这句话比他之前说的任何话都像人话。好好养病。弟妹也在啊。程安，锦华小区的事儿，你到底怎么想？我听周成礼说你要给林叔补钱。
出去说。有什么不能在这儿说？那房子我们住了这么多年，周浩以后也要靠它。你现在补钱拿什么补？难道卖房？我还在病床上，你能不能少说2句？妈，我这也是为家里想。你为的是你的小家，不是这个家。林叔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有房有娘家，我们呢？我们不靠那房，周浩以后怎么办？靠自己。说的轻巧。你工作了吗？周城里准备去找活，支持了吗？周浩能不能兼职，你让了吗？你们家每个人都能想办法，却偏偏先想到让我让步。大嫂，林叔要补偿的，是合理的。我会想办法不让你们妈上班。你现在怎么全听他的？不是听他的，是我该还。妈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以前就是替你们说太多，才把程安的家说散了。房子的事儿，你们欠林叔就认，别再拿亲情压他。妈，你怎么也帮他？我不是帮他，我是不想再错下去。林叔，我们谈谈。说锦华小区那笔钱，你别一次要，我们真的拿不出来。我没说一次要，周承安可以分期。那周浩的生活费，你能不能至少帮到毕业？不能。马秀和，你还是没明白，你儿子的人生不该由我兜底。他这次没有再追。2天后，马秀赫主动约我，有事说事。这是我们家的情况，周城里身体不好，周浩上大学，我以前没稳定工作，所以我想跟你商量，锦华小区的房子我们继续住，补偿款能不能少一点？金额不是你说少就少，周承安出了多少，该怎么算就怎么算。你非要这么硬？你们住了20年的房子，首付和贷款都是周承安出的，现在我只要属于我的部分，还允许分期。你觉得我硬？我承认，我以前说话难听，不是难听，是你觉得我该出。周浩从小被我们惯坏了，他以为二叔有钱就等于自己有钱，其实也是我们没教好。现在教还来得及。他这几天跟我闹，说同学都有新手机，他没有面子。那就让他知道，面子要靠自己挣。你说的轻松，孩子在外面，谁不想让他过好一点？我也想让雨桐过好一点，但我不会为了他去要你的房子。如果你是真想谈，就写还款计划，不是让你今天还钱，是让你承认这笔账。写了以后，你会不会拿这个逼我们？你们按计划还，我不会逼。你们不认账，我就走程序。周承安和律师核算，按婚后共同收入出资部分来。你们不是债务人，但你们住着那套房，至少要配合。那周浩的生活费？周浩的生活费，你和周城里负责。我们现在收入不稳定，那就按收入给。学校有食堂，有宿舍，基础生活不需要6500，会不会太少？不少，想多花就让他兼职。19岁了，可以学着承担。我去超市问过，理货员还招人，工资不高，但能先干。这比来找我要钱强。周城里也说去洗车店试试，那就去。你们不是不能过日子，是以前有人替你们过。我回去跟程安、周城里再确认。可以。林叔，以前我确实把你们家的钱想得太容易了，我跟你道个歉。道歉我收下，以后别再让你儿子来找我。我会跟他说清楚。这是好的开始，但正式协议还要周承安签。马秀和终于低头，但我知道，最难的不是他，是周承安能不能真的把自己从那顿亏欠里拉出来。二婶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就在门口说。你现在连门都不让我进。你要是来说理可以说，要是来发脾气就回去。我妈说以后我生活费只有1500，够基本生活。怎么够？我同学1个月都3、4千，还有人6000，我1500，出去吃饭都不敢去。那就少出去，学校有食堂。二婶，你说的轻巧，我上大学不是去受苦的。上大学是读书，不是比谁花的多。可二叔以前答应过我，他说我大学4年不用愁。你二叔答应的时候，没有经过我同意，更没资格拿我的家庭账户养你。周浩，你已经19岁了，你爸妈没能力给你6000，你就按1500过。你们家又不是没钱，有钱也不是你的钱。你想多花，可以兼职，可以拿奖学金，可以假期打工。我同学不用兼职，那是你同学家的事儿，你不能拿别人家的条件要求你二叔二婶买单。是不是因为雨桐，
你觉得我花了他的钱？不是觉得，是事实。你二叔的钱本来该先顾自己的小家，他长期给你们家，家里支出就落到我身上，最后影响的是我和雨桐。你以前说话不好听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你要明白，雨桐不欠你，他也只是一个刚上大学的学生。周浩，我也1个月3000，电脑是我妈买的，我没有拿你家的钱，也没有要求你爸妈给我什么。你以前觉得我家条件好，所以你要什么都应该，可那是我妈努力来的，不是你理所当然能拿的。我以前没想那么多，那现在想。那我开学怎么办？你爸妈给你基础生活费，你自己学着规划，先把必须花的钱列出来，剩下的再考虑娱乐。你真不会再给我钱？不会。但你要是真想改变，可以从不再伸手开始。雨桐，以前我说话冲，对不起。我听到了，以后别再那样。周浩说想在学校找兼职，这是好事儿。以前是我们把他惯坏了。周浩找过你？找过。他回来后没闹，说要自己想办法。我突然觉得，以前可能真是我害了他。你害的不只是他，还有雨桐。我明天来签协议。我只觉得这场拖了20年的糊涂账，终于要往前走了。我能进去吗？进来吧。我看过了，离婚我同意。补偿呢？锦华小区那边我愿意按核算金额补你，现在一下拿不出来，先写分期。周浩的费用，以后由大哥大嫂负责，我不会再承诺全包，想帮也只在我能力范围内。你妈的养老，我和大哥分担，你不用再一个人承担。雨桐想看奶奶，我不拦；你不想再管，也合理。这些话，你早几年说，我们不至于走到今天。我知道，雨桐，爸爸对不起你。你小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有妈妈照顾，我就少操一点心。后来周浩那边事儿多，我就更习惯先顾他们。我总说你不缺，其实是我懒得看你缺什么。爸，我不是要你给我多少钱，我只是想你记得我也是你的孩子。我记住了。希望你不是现在才记。明天去民政局申请。好，林叔，我还能问一句吗？问。如果以后我真的改了，我们还有可能吗？周长安，你先改给自己看，也改给雨桐看，别拿复合当目标。明白。程安，你真办了？办了。你净身出户，周浩怎么办？那补偿款你怎么还？你以后拿什么帮家里？大嫂，周浩有你和大哥，我是二叔，不是他爸。程安，妈不是来拦你的。我以前一直劝你多帮你哥，现在我知道，是我把你逼偏了。你自己的家，你自己决定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再不这么说，程安连女儿都要失去了。妈，谢谢你这次没拦。林叔，对不起。道歉我听过了，以后看行动。这一次他没有追上来，你只要好好读书，别被这些事影响。这段时间周承安没有再求我复合，他按协议先转了一笔补偿款。马秀和那边也有变化，他去超市做理货员，周城里去了洗车店。周浩开学后给雨桐发过一次消息，雨桐给我看了。我到了学校，生活费1500，刚开始不习惯，但能过。好好上学。我找了个周末兼职，以前的事儿对不起。我没干涉，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事。何玉珍出院后来过一次，她没有像以前那样直接进门，而是提前给林叔打电话。林叔，我能来看看你和雨桐吗？我能进去坐会儿吗？奶奶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林叔，我今天来，不是要钱，也不是劝你和程安，我就是想正式说一声对不起。这些年我总觉得城里家难，就让程安多管。程安管着管着，我也觉得你该一起管。后来你不愿意，我还觉得你不懂事。现在想想，是我不讲理。你照顾我20年，我没记你的好，
反而总替别人说话。雨桐也是，我对她关心太少。奶奶以前让你受委屈了。奶奶，我希望以后你别再拿我和周浩比。不比了，你们都是孩子，都该靠自己好好过。妈，道歉我接受，但我不会回到以前那种状态。我知道，以后我的事儿让2个儿子商量，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担。林叔，我不是来求你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工作挺累的。以前我总觉得你挣钱容易，觉得你有钱就该帮。现在一天站下来，我才知道，谁的钱都不好挣。知道就好。我以前说了很多难听话，也想占你便宜，对不起。以后别再这样。不会了，周浩现在也开始省钱了。他说不想再让人说他靠二叔，这是好事儿。你和程安真没可能了。没了。是我们把你们推散的。不全是你们，是周承安自己没守住边界。我明白。大伯母来的，他真变了吗？人会不会真变，看以后怎么做。道歉只是开始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们道歉，我接受，但我不会把自己再交回那个坑里。林叔，这20年，谢谢你，也对不起你。这句话你更该对雨清说。我会，补偿款的事儿，我已经准备了一部分。剩下的按协议。我知道，我找了新工作，工资不高，但我会还。这是你该承担的责任，不是我报复你。现在我懂了，以前我总觉得你谈钱伤感情，其实不谈钱才最伤感情。我妈那边，我和大哥每月各出一部分。大嫂现在上班了，周浩生活费也降下来了，他开学后没再找我要钱。那是好事儿。我以前以为他们离了我不行，现在才发现不是他们不行，是我一直替他们挡着，他们就不相信。你明白就好。雨桐那边我还能去送他开学吗？你问他，他愿意你就去，他不愿意你别逼。好。妈，结束了吗？法律上结束了，心里也该结束了。爸给你钱了吗？给了一部分，剩下分期。他今天给我发消息，说想送我去学校。你怎么想？我想让他送，但不是因为原谅，是因为我想让他看见，我不是谁的附带品。可以，你自己决定。雨桐，这是爸爸给你的开学红包，不多，是我自己攒的。谢谢爸。以后有事儿，先给爸爸打电话，爸爸不会再让你排在别人后面。希望你做到。他长大了。他早就长大了，只是你以前没看见。是。二婶，我以前觉得你太狠，现在才知道你是不想让我继续废下去。谢谢，也对不起。以后靠自己。会的。钱还清了。收到了。林叔，我们两清了。是，两清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两清不是坏事。以前我总想拖着你，觉得只要你还在，我就还有退路。妈，我面试过了，暑假可以去实习。挺好，自己注意身体。爸是不是把钱还清了？会。妈，你这几年辛苦了。你过得好，我就不辛苦。以后我也会靠自己，不会让你一个人撑着。好。这里曾经被别人惦记，被别人安排，也差点被别人夺走，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我和女儿手里。亲人之间可以帮，但不能没有边界。婚姻里可以付出，但不能失去自己。如果有一天，善良变成别人索取的理由，那就该停下来，把门关上。我的故事结束了，周承安有他的路，周家人也有他们的日子。我和雨桐，终于不用再为别人让路，